听说你们江家新接回来那位，原来是在乡下卖纸钱的，会不会钱？林姨，别那么说，毕竟之前是我抢了妹妹的位置，她呢也是为了糊口才用那死人的东西去骗钱的。听说他回来时还带了几箱冥币、香烛，该不会是跳大神的吧？不如待会儿让他在现场跳一个吧。珍珍，这些人好吵啊，不如我去吧，陪他们玩玩。好嘞。哎，停电了，真是晦气啊！怎么突然这么冷？我打！谁打我？林姨，你怎么了？你也该打！走你！阿三，救我！有人打我！谁敢打我姐？给小爷滚出来！心藏尘俗孽，在说话。品行失清分，背后嚼舌根，小心会敲门。我本是个孤儿，后来被林月道人收养，成为了他的传人。数月前，江家来认亲，我竟成了他们流落在外的真亲子。怀州方向这2年怨气暴涨，恐怕是邪修在搞事。你这次下山与亲人团聚固然重要，但也不要忘记了师父交代给你的事情。我会找到小师弟，然后顺便替你好好教训那些邪修的。切记啊，万不能仗着自己修为高，就随意的介入他人的因果。你一定要多积累功德，才能不被反噬。但似乎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我回来。你们是站累了，所以干脆在地上睡一觉吗？哎，你看他脸上，什么时候多出个手印来呀？看他们俩，你看什么看？滚开！怪了，刚才明明有人打我们，却又什么都看不见，中邪了吗？丽姨，珊珊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没什么教养，你千万别跟她计较啊。所以有教养的名媛都喜欢在地上打滚啊！这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当了几天大小姐，就敢羞辱我？第几句？我原本是要泼他的。江真真，你真是个惹事情，还不赶紧道歉！吵吵嚷嚷的，又在闹什么呢？江总，实在抱歉，刚才宴会厅突发电路故障，现已修复。哎呀，爸妈，我们没闹，都怪江真真这个土包子，她欺负姐姐，一来就挑事儿。什么土包子？怎么说话呢？真真也是你姐，你亲姐，我才不认呢！你真真，阿斯特不懂事，你千万别跟他计较。来，我带你认人。诸位，这位就是我们失而复得的亲生女儿张真真。哎呀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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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谢谢。听说江小姐想开个香火铺，哪天开业啊？需不需要我们去捧捧场啊？好啊，下月初8，欢迎姚小姐光临，到时香烛、花圈、纸钱，我通通给你打8折。记得
多多选购。呸！你让我买那些死人的东西干什么？找谁的你？除了这些，我还有其他生意，比如驱邪。驱邪，他还真是跳大神的。又来了，神神叨叨的，还不嫌丢人？丫头，你这么看着我，难不成是想说我中邪了吗？珍珍，你杨叔叔在咱们怀州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可千万别冒犯。你家中可有年幼体弱之人？近来遭遇不测。我记得杨家的小儿子是不是落水了？爸爸，我难受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听说人是救回来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下床。妹妹，杨家小儿溺水的事情我们都知道，你就不要再故意提起杨叔叔的伤心事了。就是一场意外而已，还真把自己当未卜先知了。真的是意外吗？这种脏东西缠上，可是会不死不休的。丢死人了！就她还配当我姐？江真真，你是真千金又怎样？我被爸妈养了20多年了，假凤凰也变成真的，你一只山鸡又岂能比得过我？哼！真真，这不是他们专门给你办的宴会吗？你就这么走了？戏台再大，演的也是闹剧。我肯来，就已经是给他们最大的面子。这男人的魂魄倒是很香。真真，这个人的味道好香啊，和别的男人都不一样。玄灵之体，最易惹鬼上身，堪称行走的衰神。这封印，难道他就是老头让我找的那个小师弟千望？不好意思啊，一时情急，可能是电梯故障了吧？你好像很淡定啊。是，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的，总是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可能是太倒霉了吧？还不是因为你那招鬼的体质。不用怕啊，我保镖在外面呢。如果他们找不着我，他们会报警的。用不着报警，马上就好。马上？怎么可能啊？这我有经验，这电梯卡在了2层跟3层中间，如果要是归位来修的话，最起码得半个小时呢。哼，还不自行消散，只脏了我的手。好可怕！流了！马上。建议你在开门之后等10秒再出去，小心有狗血淋头之祸。这位漂亮姐姐，如果你想和我多待一会儿的话，你是可以直说的。哼，信不信由你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少爷，您没事吧？少爷啊，记住了吧？以后姐姐的话你得听啊。少爷，车备好了，还去打球吗？
还打个球啊！我看你像个球，还不赶紧带小叶去换衣服？是。珍珍，那不是你用指尖显化的，能帮人挡一次死劫的护身符吗？你突然都要卖1000万的，现在直接给了他？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啊？是老头子让我带回去的人，他命脆得很，又爱作死。慢点，少爷。我可不想下次再见他的时候，还得给他招魂。所有灯置于神像前，檀香不可断，你可记清楚了？是。珍珍，这个香火铺比以前你开在山脚下的那间可漂亮大多了。香火铺不过是用来积攒功德、提升修为的载体罢了，大小是无所谓的。珍珍，这不是香灰，这好像是死人灰。神前引香火，热养死人灰，说明这个城市里有大量的文化，无法安息。看来这里的邪修数量可真不少。死气山之秘玄一下，珍珍，你这又是在给谁补命啊？杨家小儿要出事。先生，小少爷疯得更厉害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儿子，你快看小少爷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儿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？儿子，小苏，医院里外都查遍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可儿子他一点都不见好转。儿子，这种脏东西缠上，可是会不死不休的。难不成那个小姑娘说的是真的？杨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小来，珍珍在家吗？你找江珍珍？是啊，我找她有急事儿啊。杨杏花的脸色这么难看，该不会是江珍珍在外面捅了娄子，他来找人算账了吧？我得告诉爸妈，让他们知道江珍珍就是个闯祸精。杨叔，你先进，我这就打电话给他们。好。爸妈，不好了！珍珍不知道怎么把杨叔惹了，杨叔气冲冲跑到咱们家，指名道姓的要找他算账呢。什么？我马上回去。好。江珍珍，我看你这次怎么交代。珍珍，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江珍珍，你又在外面捅什么娄子了？娄子，你还装？杨董都亲自上门找你算账来了。杨杏花，他可算来了，再不来，他儿子都要凉了。喂，你发什么愣呢？问你话呢。他来找我是因为有事求我，还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？你算老几啊？杨叔会有求于你？哎呀，珍珍，你要是闯什么祸的话，就好好认错。李靖爸妈对你那么好，还是会为你托底的。看来你们都很希望我闯祸。珍珍姑娘，珍珍姑娘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老杨啊，有什么事情不能直接和我说吗？非要找珍珍啊？是啊，杨董，你就算孩子犯了错，你跟我们说，我们负责还不行吗？哎呀，你们乱讲什么？谁说珍珍姑娘犯错了？珍珍姑娘，杨叔今天厚着脸皮冒昧上门打扰啊，是有个事儿想求你啊。走吧。什么？你不是来求我救你家小孩吗？怎么还不走？啊，是，您这边请，车都给您准备好了。
先生，家中有客。谁来了？珍珍是上次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香香的男人，他在里面。莫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路过，顺手替我哥带份文件给你。哟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珍珍小姐，是来给我儿子看病的。哦，今天不当预言家，改行当医生了。刚好都会。哦，杨叔，我觉得吧，看病这种事儿还是得相信科学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相信玄学，也得找靠谱的，不是？看来那桶水还是没有教会你听话。那次是意外。意外？那你要不要再等10秒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意外？珍珍女士，下次骗人的时候麻烦小心点，别闪了舌头。你也小心，小心脚下。Take the mic. 江小姐，我儿子这情况，您看还能救吗？怨气上身并不严重，只是孩子年幼体弱，所以格外惊惧。就这？儿子，不要想他活命，先让火烧完。沾了怨气，烧了去。这难道真的是怨气？儿子。爸爸妈妈，儿子，你真的醒了，谢天谢地。江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。珍珍，以后无论有任何事情、任何需求，说一声，杨叔一定都为你办到。无需额外酬谢，只需按照规矩夫人买付钱就行。这怎么能行？一张符才多少？买付钱800万。不，800万怎么了？赶紧给珍珍小姐，那可是你儿子的命啊！是，这应该的。珍珍，你最近还在忙着开铺子的事儿？珍珍啊，我知道你之前过的都是苦日子，可是现在回到江家，还继续开你那个香火铺，每天只赚几十几百的香火钱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爸妈最近因为这件事总被人问起，心里不知道多难受。你们要是觉得丢人，我可以走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认亲才刚结束，媒体都关注着呢，现在走了像什么话？珍珍啊，你爸他不是那个意思啊，这铺子你想开就开，千万别再说搬家的事儿了啊！这就是你家啊。行，我不走。那他走。珍珍，你就这么容不下我吗？珍珍，当年你们被调换，是那个保姆造的孽，这小来也是无辜的，你能不能别怪他了？我让他走，跟20年前的旧账可没关系，而是他的眉眼之间有一股恶气。恶气？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才会吸引到这种东西。你们如果不想被他坑到破产，最好早点说明白。破产？珍珍，你讨厌我，我早就是了。你怎么能侮辱我的人格呢？我
哎呀，没事没事啊，珍珍她就是在吓你呢啊，没事没事。不信，行吗？你们随意。哎，江真真，我一定要把你赶出去！喂，丽姨姐，你上次不是说想狠狠教训一下江真真吗？是，我帮你啊。江真真，这就是你那间小火铺子？怎么，我还没开张，你们就等不及来买花圈了？你咒谁呢？就你这满屋子破烂，也好意思摆出来骗钱？哎呀，真真，上次在宴会厅，你让令姨丢了脸，她生气得很，我也没办法才带她过来找你啊。要不你就向她道歉，服个软，请她原谅你吧。两个蠢东西！江真真，我看你这香火铺子装修了半天，也不怎么样。要不这样，我找几个人过来，帮你拆了重装可否？都进来！给我砸！砸呀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杨小姐，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们突然就动不了了。什么？想砸东西是吧？行啊，那我就让你们互相砸个痛快。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这是过节了吧？快住手！怎么样，好玩吗？还有更好玩。小影，你们两个还记得我吗？小兰，没事吧？哎呀，醒来啊！哎呀，你这几天总是做噩梦，我刚才听见你在梦里喊真真的名字。江真真，对，就是他，他那个小火铺里头有鬼。哎呀，小兰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我没胡说，他那个小火铺子真有鬼啊！小兰，你是不是太累了呀？真真的铺子卖的都是传统香火，怎么会有鬼呢？是你想太多了，太累了就多睡会儿吧啊，好好休息，我先走啦。连你也不信我？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的房间，你离我远点！娇儿，别招惹我，否则下次可不只是见鬼这么简单，懂吗？你好自为之吧。可恶，不就是个跳大神的吗？竟敢装神弄鬼吓我，我才不信呢！快上来！唉，哥，你今天公司不忙，怎么有空来找我了？爷爷叫你回老宅住几天，说是灵月道长的徒弟，也就是你的师姐，要来接你。哥，你不会也信爷爷那一套的吧？说我体质特殊会招鬼，不去修炼就会倒血，笑死了！小爷活了20几年就没见过鬼。芝芝，你感应到什么了？无声粉碎，教我试试。哎，真真，你要出去啊？要不要妈妈陪你？不用了，我就找个人。你要去找什么人？要不要爸爸派车给你？枫桥别墅，江我你们认识吗？枫桥别墅，那不是豪门世家的榜首江家的老宅吗？喂，土包子，你找江旺干嘛？真真，江旺可不是我们家能攀附的人，可别一个不小心闯了祸，连累了爸爸的公司啊！江旺有那么可怕吗？也还好吧，毕竟他又不是鬼。你说呢？
这就是枫桥别墅。是的，小姐，您父亲不放心，让我陪着您。您看还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忙的？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私事要处理。你好，我找江望。又是一个想勾引小少爷的狐狸精，居然都找到豪宅来了，还真是不要脸。少爷不见客。这就是你们江家的待客之道吗？你一个不请自来的小丫头算什么客？不就想巴结江家，勾引少爷吗？无礼狂妄，欠教训！谁打我？是谁在打我？是不是你打我了？怪了，没见他动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来客人了吗？老爷子，那个女人一点礼貌都没有，她非要见少爷，还动手打我。15年前，我师父救过你们家一名孙辈，并承诺15年后收他为徒。如今时期已到，我特来接他入门。您是灵月的高徒真真姑娘？是我。真真姑娘，快进来，待客不周，老头子我给您赔礼了，请。老爷子，您怎么能给她一个小丫头行这么大的礼啊？你懂什么？真真姑娘可是大师，就她这样还大师？快去把姜王那臭小子叫下来，就说他师姐来了。是。之前是干妹妹，现在又是什么师姐？爷爷，我是真的不想相亲啊！果然，之前给他的护身符已经破了。怎么是他？原来你就是那个15年前骗走我爷爷2000万的那个臭道士的徒弟。大王，不许胡说，快来拜见你师姐。怎么，昨天骗来的钱还不够，今天又想打我的主意？哎呀，我小兔崽子，当年灵月道长救了你的命，怎么说话呢？首先，我没兴趣跟你相亲；其次，你的体质虽然很适合修炼，却容易遭邪祟上身。当年你被怨气缠身，是我师父给你下的封印。如今15年过去，封印已松，你若想自保，需尽快入门，随我修炼。你这套说辞啊，我昨天已经听我哥说过了，他说你就是来骗钱。你个，爷爷，你别打！对你师姐说话客气点儿。真真啊，阿王从小被我惯坏了，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呀。老爷子，您该吃药了。那这臭小子就麻烦真真姑娘照顾了。那就多谢了。这小子皮糙肉厚，只要给他留一口气，随便你怎么揍都行。爷爷，我还是你孙子吗？行了，姐姐，别闹了啊！我爷爷都撤了。小爷今天心情不错，倒是不介意一起跟你吃个饭。江望，你出车祸对吗？竟然是小爷，你对小爷这么感兴趣啊？你以为车祸的原因是对方刹车失灵，可是车检之后，对方的刹车根本没坏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车检结果刚刚送过来，只有我和我哥看过。鬼气沾身，只会浑身发冷，无感迟钝。江望，你确定那天是对方车辆撞向的你吗？那地方也被监控。江小姐知道这么多，难不成那天的车祸是你动的手？小心点，这个女人骗术高明，而且还知道这么多，我怀疑她有屠夫。修炼者上算天命奇凶，下算黄泉鬼徒，
我自然有办法感知这一切。江望，车祸那天你是不是下河游泳去了？确实，就游了那么一会儿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身上发冷，呼吸不畅，浑身无力？尤其是晚上。哥，我这几天确实睡得不好，浑身难受，还总做噩梦。他该不会真能看见什么吧？要不你也像爷爷一样，给他转2000万。河水四方汇聚，裹挟怨气无数，别人沾染问题不大，可你却未必。这次车子都撞烂了，你人却没事，是因为之前我给你贴了一道护身符。护身符？你是想说我弟弟车祸没死，还得感谢你救他一命？当然，你还真给自己脸上贴金啊！说到底，不过是自吹自擂的把戏吧？不信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2天你身上应该越来越冷吧？这还只是封印松动，倒是封印全解，你猜你还会不会安然无恙？江小姐招摇撞骗，也该有个度。他说的全都中了，难道我真会死？既然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就等着吧。待他身上鬼气尽离，封印破除，最迟后天必定有血光之灾。到时候出了事儿，可别后悔。干嘛去？他说那么邪乎，你也信啊？可是他说我冷啊，我是真的有点冷。冷就多穿点。他不是说2天后你就会出事吗？那就等着吧，看是他们家先出事，还是你先出事。不好了，江总，周总之前答应咱们的合作取消了。取消了？怎么这么突然？什么原因？没明说，但我们查到他们跟江家合作了，而且是江毅亲自谈的。江毅？江家？喂，李太太。什么？珠宝商会的单子不给我们做了，给江家？这是为什么呀？李太太，你是不是得罪江毅那个阎王爷了？他抢了咱们好几个项目。没有啊。爸妈，江毅是江望的大哥，我记得昨天真真找江望办什么私事啊？该不会是办私事的时候说错什么话得罪了江家吧？江毅出手了。不用慌，这个事情我会解决的。大家先吃饭吧。不用慌，真真，他们真的是冲着你来的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咱们家公司已经损失超过1个亿了，这才只是1个晚上。真是个扫把星，江真真，你非要把我们家搞破产了你才罢休吗？山间的山钱，一条上等台面，这才多久就惹出这么大的祸，不过也省得我费劲了。江真真，这次爸妈肯定会把你赶出去。真真，你怎么得罪江望了？给我们交个底，我们心里有数，好登门赔罪。不用，最迟后天他们会亲自上门道歉，到时候公司的损失我会让他们加倍赔偿。什么？加倍赔偿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真真，公司是爸妈的心血，你这么不关心，是不是根本没有把爸妈放心上啊？既然这样，我让江青石和你们说吧。江青石，你认识江老爷子？认识。江真真，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吹牛，你才从乡下来多久？江老爷子怎么可能认识你啊？喂，真真呐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问问呢。江王那小子不听话，你调教的怎么样啊？不急，正在调教。他和他哥这2天好像在折腾什么项目，不过你放心，你尽管训他，凡事有我老头的兜底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这边有个人要跟你打招呼呢。怎么了，弟弟？不认识江老爷子了？啊，江爷爷，你好。好，你是真真的弟弟吧？这还有呢，来打招呼。江总，尚夫人，二位好啊！江总您好。江总，打扰您了。不打扰，能接到真真的电话，我能高兴一整天的。真羡慕你们有这么好的女儿啊，不像我那混不吝的孙子。真真呐，下次到老宅教我打打太极好不好啊？可以，先挂了。
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我可以吃饭了吗？怎么样？遇到血光之灾没有？还没有呢。小爷今天在外面溜达了很多圈呢，保安全程跟着，一根头发丝都没掉。那女人明摆着就是在骗人，只要你别被她那张脸迷住就行了。哼，记住了吗？以后姐姐的话你得听啊。是挺好看的，可惜是个骗子。我已经开始着手对付他爸的公司，江行舟几乎连1天也没有撑住。可是有一点很奇怪。什么？江行舟那边已经亏损了5个亿，可是直到现在居然没有过来求我，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。那女人不会因为这个被他爸爸责罚吧？哥，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，给他们一个教训就够了，别弄得咱们江家太咄咄逼人了。行了，这不用你操心，不过也别放松警惕，无论去哪儿多带几个保镖，以防万一。知道了。哥，我是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楼上摔下来的呀，就好像自己不受控制了一样。家里的客厅和厨房都安了监控，自己看。这个视频怎么这么瘆人啊？血光之灾，难道江真真说的都是真的？荒谬！这个江真真该不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给你下了迷魂药？喂药？可是饮食方面也没什么问题啊。再说了，你这2天不是派人去盯着他吗？他根本就没时间出门，也没机会动手。你的梦游症已经10多年没有发作了，怎么昨晚突然就……当年你被怨气缠身，是我师父给你下的封印。如今15年过去，封印已松，你若想自保，需尽快入门，随我修炼。10多年，江真真说的都对上了。小时候的事，你还记得多少？15年前我还小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过，妈肯定知道。阿旺，怎么样了？啊，没啥大事，就是摔了一下。你们不用着急回国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15年前有一位道士骗了爷爷一笔钱，是因为我的梦游症吗？不是骗，那人跟你爷爷是朋友，他帮了忙，钱是你爷爷硬给过去的。妈，当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给我们讲讲。其实就是阿旺小时候得了怪病，会梦游，吓人的很。有次他梦游摔伤了头，昏迷不醒，医生都说他没救了。最后是你爷爷请了一个高人，他一出手，阿旺一夜之间就好了。不过大师说只能保他15年，算起来今年正好是第15个年头。真的是15年啊！当年咱们家发生了好多怪事儿，但自从那个大师来了之后，一切都好了。小叶，如果阿旺又开始梦游，你就赶紧去请那位大师吧。好，妈，我知道了。
哥，怎么这么冷？你再给我加床被子吧。我现在感觉手脚发麻，连骨头缝都带冷。哥，这不对劲儿啊！对不起，阿旺，或许真的是我想错了。上明被车吧，天一亮我就要去见蒋真真，不对，是去见师姐。我和你一起去。哥，如果真的是我错了，那得我去认错才行。没关系，只要能救你，哥怎样都行。哎，哥，你别走，你让别人去安排吧，我害怕。万一我在这个屋子里又中了邪，我撞墙我撞死了我怎么办？好，我不走，帮人去安排。睡，全家现在就他一个人睡得着。这都第3天了吧？哎，江真真，你不是说最晚今天江毅就会来赔罪吗？人呢？聒噪！公司都亏损不少钱，爸妈都1晚上没合眼。真真，就算你不心疼钱，也该心疼爸妈吧。哎呀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一夜没睡？没事的，真真，我跟你爸实在是睡不着。你弟弟在气头上说话不过脑子，你别在意啊。哎妈，什么叫我不过脑子？他现在把咱们家折腾成什么样了？要我说，现在江氏集团掌权人是江毅，他就算认识江老爷子也没用。您呀，还是把他押着给人上门道歉去。那要是道歉没用怎么办啊？道歉没用，就把这个惹事精赶出家门。够了，还嫌家里不够乱？蒋真真，我就知道你不可能拿捏得了江老爷子。等今天过去，爸妈肯定会觉得你才是灾星，把你赶出去。到时候我就是江家唯一的大小姐了。先生、太太，江家来人了，说是要找真真小姐道歉。什么？哎，走。陈妈，早餐呢？啊，早餐准备好了，不过先生太太都没什么胃口，现在又去见客了，所以就都摆上来吧。是。原来是贵客临门了，冒昧了，一大早就来打扰。小少爷，这是怎么了？病了？摔了一跤，不小心伤了腿。所以请问二位少爷，真真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们了，以至于要这么对付我们公司啊？是我们错了，今天上门是专门来道歉的，之前误会了江姑娘，这才……但您放心，我们已经尽量在弥补了。为表诚意，我愿意加倍赔偿，绝不会让您公司吃亏，只求能见江姑娘一面。你们真要加倍赔偿？自然，我们做错了事，当然要有所表示。真真说的是真的，怪不得他一直这么淡定，不慌也不忙。说起来，反倒是江来这孩子一直在说些有的没的，搞得人心惶惶。请问真真在吗？我们想向她当面道一个歉。啊，在家。真真，先生、太太，小姐在餐厅吃早餐，请你们也进去。你们不是总说要按时吃早饭吗？来啊，先吃饭。真真啊，江总说想向你道个歉，要不听完了再吃？江姑娘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我不该怀疑你，更不该针对你爸的公司出手。师姐，对不起。你还没入门，别叫我师姐。既然歉已经道完了，就回去吧。江姑娘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现在我恳求你，求您救阿旺一命。
江总，这救命的话就严重了。江少摔伤了腿，应该去找医生啊。真真又不是医生，腿摔伤了，还好你命还挺大。对，师姐说的都对。当天我去江宅接你，你不肯叫师姐，怎么现在愿意叫了？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？一边去吧，别影响我胃口了。爸妈，来吃饭。之前是我们考虑不周了，这样我和我哥先在外面等着，师姐你什么时候吃饱吃好了，想见我们了，我们再进来叨扰。妈，真真就把江总这么晾在外面，自己去吃喝，这是不太好吧？小兰，真真是我的女儿，你这是在拐着弯儿说我没教养好自己的女儿吗？怎么回事？之前妈妈不会对我这种态度，难道她看不上我了，想把我赶走？不是的，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想出去陪他们？可以啊，去吧。好了，别在那一脸委屈了。真真说的没错。吃饭，人家是来找真真的，我们都听真真的。哎，江真真，现在你满意了？我们都已经等了快1天了，他理都不理，该不会真不管了吧？别急，再等等。可你这身体，要不我再进去，好好求求江小姐。不，我们既然做错了事儿，惹师姐生气了，那这份苦就该我们受着。那你身体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？他既然让我们在外面等着，他就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如果他真的不管我们的话，那他早就让我们走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要等师姐消气。阿宝，你别吓我了啊！阿宝，你怎么了？阿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阿宝！怎么样，吃到骨头了？以后师姐的话听还是不听？听。这学乖了之后，果然顺眼了不少。江小姐，阿旺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慌什么？只是他身上的封印彻底破了而已。封印破了，他会怎样？玄灵体质比较罕见，这个年纪应该能见鬼了吧？见鬼？什么意思啊？来，小影，试试看。这就是玄灵体质吧？它闻起来可真是太香了。你能看见我了？阿旺，你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哥，真的看不见他吗？就在那，我好像真的见到鬼了。他叫小影，死了至少10多年了。你哥又不是玄灵体质，自然看不见。什么啊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应该看到什么？怎么，江少你也想看看？他身上这种脏东西多得很，你一会儿就能看见。要想他活命，跟我过来。虽然你已经叫过我师姐，但是依照规矩，我还是要替师父认真的问你一句：江望，你可愿正式拜入清华观修行？那我修行之后，我是不是就不会再梦游作死了？体质问题不能根除，但随着修炼，你身上灵气聚拢，一般的幽魂邪祟是不敢近身的。随着修为的提高，改善会越来越明显。我愿意修。好，既然你愿意入师门，那你身上的这个鬼气，我就先替你收了。
可以了。那我第一课学什么？学规矩。修炼法则？这么厚？14天之内把它全部背完。这跟我背牛津词典有区别吗？词典背错顶多扣分，规矩要是学不会，轻则修为尽废，重则小心被吃的骨头都不剩。好，我一定背完。小影，你来盯。最爱的真真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明白，小莹姐，我一定倒背如流。爸妈，我听说昨天江望少爷被人推出去之后，脸色惨白，吐了血呢。真真把他带出去之后，就再没消息了。这不会出什么大事吧？是啊，真真，这江少爷看上去病得不轻，这万一江老爷子追究下来，咱们怕是不好应付啊。没事，放心吧，他的病我已经治好了。治好了？哎，不是，你一个乡下跳大神的，连刑狱执照都没有，拿什么治啊？拿符纸和香灰吗？阿四，少说两句。没错，我就是拿符纸和香灰给他治的病。妈，你看他的态度，昨天人家江总亲自上门给你道歉，你可好？给人家亮完命一整天，现在人在你家门口吐血昏迷了，万一江家突然报复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先生，太太，江家又来人了。江先生、商夫人，打扰了，我是江氏集团总裁特助，奉老爷子和小少爷之命，特来向珍珍小姐致谢。这是江老爷子珍藏多年的玉龙塔，由一整块和田玉雕琢而成，可镇宅辟邪，聚灵养气。老爷子说了，这座玉塔当年您师傅跟他要了很久，他都没舍得给，今天送给珍珍小姐。哇，这是江望少爷的一处私人庄园，名叫云溪苑，现已办妥转让手续，配有现代化安房与佣人团队，只需江小姐签字即可。少爷说您闲时可以过去小住，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清修。云七苑，这不是那个江望少爷去年才收购的高价地产吗？这就送给他了。此外，少爷还为您定制了专属座驾，7日后送达。知道了，替我谢谢老头和江望。是。老爷子托我传话，若你有空，随时欢迎来老宅喝茶。珍珍太厉害了，不愧是我的亲生女儿啊！珍珍，你也太有本事了吧！这才几天啊，就把江家哄的又送房又送车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联姻呢。小来，胡说什么？怎么，你也想要？可惜啊，江家看不上你，这东西给你，你也镇不住。到底什么事？非要约我到这里来？怎么，我把你送到豪门当千金，让你过了20多年的好日子，你该不会是想不认我这个亲妈了吧？钱我不是给你了吗？那点钱够干什么啊？这次要100万。100万？我哪有那么多？最多50万。怎么，江家的真千金回来了？商木华他们苛待你了？给你的钱越来越少了？你当初把我跟他替换身份，就应该让他像狗一样死死拴在乡下，或者找人直接解决掉。现在好了，他回来了，事事压我一头，我还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哼，看来你想要继承家产，还得再狠狠心才行。
想办法把这个让你的养母带上。这个东西你自己别碰，找机会给你的养母带上。不就是一串破珠子吗？那有什么用啊？有没有用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你只管骗他带上就行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钱我会尽快凑给你，以后没什么事别来找我。小来啊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妈妈会帮你清除所有障碍。江家的一切迟早是你的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爸妈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，小来？妈，这个送给你。之前是我不懂事，惹您和爸爸生气了，我给您道歉。这是我特意从庙里求的，请大师开过光，保平安的。爸妈，姐姐为了求这手串可虔诚了，头都磕青了。你有这份心就好，妈妈希望你能和珍珍好好相处。我知道，那我给你戴上吧。好啊。妈妈，珍珍姐又出门了吗？她天天神出鬼没的，谁知道在忙什么？爸妈，你们这回出差这么久，她连个面都不露。要我说，她根本就没有把咱们当自己人。别胡说，珍珍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你们两个没事别去打扰她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走了，走吧。哟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爸妈出差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连个电话都不知道打一个，还真是养不少。小吴，今天有外人来吗？没有啊，小姐。你们两个最近有没有谁带回来脏东西了？什么脏东西啊？莫名其妙。江真真，你神经病吧？你呢？没有啊。珍珍，你怎么突然这么问啊？最好是没有。珍珍，你是察觉到了什么吗？这个家里多了一缕邪修的气息。啊？邪修？不是吧，珍珍，我怎么感觉不到呀？气息很大，应该是已经离开了。那珍珍，凌月老头交代下来的任务不就是清理邪修吗？那你现在怎么办？不急，这个蠢东西竟然敢自己找上门来，那我们就看他如何玩火自焚。第98则，天运可逆不可借。是天命可逆不可借，命是命，运是运，这你都分不清，以后出门别说是我盯的你。你到底是在睡觉还是在背书？这能怪我吗？这书看的比财务报表还催眠。珍珍，你爸妈出事儿了。怎么回事？最近好几个集团的掌权人一起约好去墨泉酒庄谈生意合作，你爸妈也去了，可谁知过了没多久，他们就全部失踪了。全都？有多少人？8个，邪门的很，其中还有现在江家的掌权人江毅。我哥？慌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茶水变红啊？啊，这是珍珍特制的东西，可以测命的那种。那我哥到底现在怎么样了？卦象显示还活着，不过命悬一线。命悬一线。走吧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备车，去墨泉酒庄。
已经超过48小时了，还没找到人，过分了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出事了，就是会出事，会出事了！各位请稍安勿躁，我们已经申请了特别调查局的支援，他们是专门负责处理此类事件的，应该快到了。阿四，爸妈不会出事吧？我好怕。姐，不会的，你别瞎想了啊！我妈心脏不好，每天都要吃药，现在已经消失这么久了，万一病发怎么办？就是，今天还有上亿的合同等着我爸签字呢，你们赶紧走人呢！啊，这东西摆在这儿，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碰到他，下一个失踪的就是你。江真真，爸妈出事这么久了，你才知道来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阿四，真真最近在忙香火铺开业，没顾上也是有的。你们倒是来得挺早，找到人了吗？你个土包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就凭你也敢碰小爷的师姐？师姐？什么师姐？汪少爷，你怎么跟跳大绳的混在一起？我们姚家跟江家一向交好，你还不如……你谁啊？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真真，这些摆件不就是普通的吗？你为什么说我碰了他就会成为下一个消失的人？别理他，他跳大神跳多了，脑子有毛病。住手！住手！这里的东西都很危险，不懂就别乱碰。你们是谁？江小姐，这二位是我们请来的外援，特别调查局的沈从谦教授和沈燕南先生。特别调查局？什么来头？小爷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竟然是特别调查局！我之前略有耳闻，听说只有性质恶劣并且涉及超自然力量的大案，才会交由他们来接手。是，我也听说，能进特别调查局的都是研究风水秘术的大师。风水秘术还能救人？就是啊，从来没听说过这些。这些到底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干等着也没有线索。既然是调查队请来的支援，咱们就让大师们去试一试。我是沈燕南，特别调查局的1级调查员。这位是我的父亲沈从谦，调查局特聘的资深专家。现在请你们退到一边，别耽误我们救人。我们大家让开。真真啊，说起来，你之前不是不让我碰东西吗？怎么现在又想亲自动手了？哗众取宠，也不看这是什么场合，尽会添乱。听见了没有？快让开！这里不是你能捣乱的地方。你们修为太低，仅凭这些道具，恐怕不能救人。没见识就别胡说，这是我沈家世代相传的法器，岂容你一个外行质疑？我看你连罗盘都不会看吧？年轻人，别不知天高地厚，学术不精不是你的错，但出来贻笑大方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就是，不要在这耽误大家时间了。到底是谁家的小丫头，这么不懂事儿？赶紧滚开，让大师出手救人！你们行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。师姐，你怎么不出手啊？我可信不过这两个人，他们看着就不靠谱。不急，正好看看现在天师局的水平到底如何。不是，师姐，现在不是你检查他们的时候啊！我哥、你爸妈，他们现在都命悬一线呢。说了不急，有我在，这根线断不了。断不了？好吧，那就让我哥再撑会儿吧。现在天师局都已经没落至此了吗？连最基本的符都不会画。你懂什么？这是符箓生成系统，效率远超手绘。这东西对付蛇虫鼠蚁还勉强凑合，但想救人，恐怕是异想天开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不知道从哪个小山村里跑出来的小神棍，也敢质疑我的专业？他又在这捣什么乱呀？他就是，想刷存在感也不看看场合。符箓已生成完毕。成了，都看好。成了，都看好了。嚯，这花里胡哨，看着他这行不行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沈先生，你的高科技看起来有点低端呢。
珍珍，再怎么说，大师也是帮忙救爸妈和大家的。就算你对爸妈没感情，也不能没良心在那说风凉话吧？啊！就是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话？连特别调查局的人都失手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你们还要继续吗？不行就让开，别耽误时间啊！让我师姐上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这些投机取巧的东西根本靠不住。救人之事关乎性命，必须要脚踏实地。大师，你找到线索了吗？我真的很担心我爸妈。我已经用罗盘追踪到了他们的位置。你，还有你，跟我走。我劝你们别去送死。小丫头，我修行了大半辈子，要是怕死，早就不干这一行了。虽然本事不大，好在有骨气。既然如此，你的生路在右边，可记好了。珍珍，什么叫做生路在右边？姐，你问他那么多干嘛？他不过就是故弄玄虚吧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就是跳大神的。就是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捣乱？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去冒险，自己却在这块说风凉话，简直没有将来半点好。哎，这么一看啊，果然还是养女啊更亲切。是啊，亲生的又能怎么样呢？认回来还是养不说。都把嘴给我闭上！我看这谁家想破产啊！哎，算了，对呀。喂，沈教授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人找到了吗？救命啊！爸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回答我！爸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回答我！这可怎么办呀？完了，现在谁还能救我爸呀？都给我安静啊！师姐，现在你可以出手了。出手？可以，不过刚才骂过我、笑过我的人都要付出代价。我的规矩从来不是说说而已。可是珍珍，我们爸妈还被困在里头，你现在外面计较这些，是不是太冷血、太不是人了？别闹了，连沈教授都出事了，你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办法？如果我不仅能救，还能把所有人完好无损的带出来呢？虽然我不信你有什么本事，但是你要是能救出我爸，随便你要什么都可以。准备好了吗？既然你们都这么说，那就签下这份合同。如果我师姐能把人都救出来，在这儿的每一位都得向我师姐支付酬金1个亿。多少？1个亿？1个亿？1个亿？那我们这些家族加起来，他岂不是一下子能赚10多个亿？你这简直是趁火打劫！嫌贵可以不签，没人非要上赶着去救你。珍珍啊，你要是救不出来呢，那岂不是耽误了营救的宝贵时间？那你的罪过可就大了，以死偿命都赔不起的。对，签合同可以，但是你要救不出人来，耽误了时间，可要以死赔命。江真真，你非要在这个时候得罪所有人吗？以死赔命？哼！你们似乎忘了，在这场交易中，我才是主导者，你们没有和我对赌的资格。不敢了吧？连个担保人都没有，就知道耍嘴皮子。激将法对我没用，你们要么签约，要么就继续等。怎么办呢？那怎么能这样？签不签呢？我杨信宽愿为江小姐担保。我江家愿意出钱，只求江小姐出手。这不江老爷子吗？这是杨总，他们怎么一起来了？江家老爷子都来了。爷爷，江叔，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，连真真都不认识。他可是灵月道长的得意弟子。灵月道长是那个已经仙人化境的修者。这个女人怎么可能？她肯定是冒名的。真真小姐救过我儿子的命，我信她。情况紧急，客套话就不多说了。我的长孙江毅也出了事，我和信宽特地赶来，就是要为江小姐做保，请江小姐出手救我的孙子。你们还在等什么？每耽误1分钟，那些失踪的人就会多一份危险。连杨总和江老爷子都这么说，咱们就信他一回吧。可是江老爷子，这
别说了，江阳两家不是我们这种小人物能得罪起的。把合同拿来，我代表孟家签了。小姑娘，还请你务必救出我儿子。我们陈家也签。诸神弄鬼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救人！哼！合同签了，但只要你救不出我爸，就算是江阳两家保你，我沈夜南也绝不放过你。说完了吗？你说完的话，就带着你爸在一边待着去，省得碍事。爸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大师，感谢您为我驰名生路。若不是您那句生路在右，我这条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爸，这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爸，您是说他随口胡诌的那句，居然说对了？你闭嘴！你懂什么？这里面的邪物极其厉害，若不是我在危急关头想起了这位姑娘的指点，你一路向右方，岔路口奔逃，就连我也会被困在其中了。等等，沈教授，你刚才不是从这个门进去的吗？是啊，你怎么突然凭空落到这里了？这还得多亏了这位姑娘刚刚指引我的那道金光啊。江小姐，我的队员们呢？他们怎么样了？别急，他们在那边。你胡说什么？他们不是从大门进去的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刚才不是在酒庄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要找的人应该都在这儿。你还好吗？醒醒！醒醒了！老公，坏了！快醒醒！你们醒醒！你醒醒！老婆，坚持住！请求支援！请求紧急支援！妈，爸！珍珍，放心吧，这些人都没事。我按你说的，一直在护着他们，没有让邪祟近身哦。师姐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我就说怎么一进酒庄就不见小王姐人了，原来小王姐早就在这儿救人了。那是自然，听珍珍的安排准没错，她可从没失过手。这邪阵我10年前就能破了，之前让他们折腾是为了让小影来这里查看底细的。珍珍啊，之前你救了阿网一次，现在你又救了他哥，我这2个孙子的命以后随你差遣。珍珍大师，在下真是自愧不如啊。还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只是一个简单的障眼法罢了。我们从未进入过真正的酒庄，而这3个兽首就是阵眼。原来如此，是我眼拙了。我看沈教授伤得不重，不妨先干正事。什么正事？消除掉这些受害者身上的邪物。邪物？就比如是这种东西。爸妈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妈，你吓死我了！我找了你好久，好担心你啊。刚才师姐救人的时候你千方百计的阻拦，现在还挺能邀功的。珍珍，是你救了我。嗯。
珍珍，谢谢你，妈妈谢谢你。等等，这些玉石，快把所有受害者身上的玉石饰品都收起来，快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这个玉盘需要摘下来，那个戒指也是。这是哪儿？我们不是去参加酒会去了吗？这些玉石做的饰品，其实都是邪修之物，一旦普通人佩戴，将会被蛊惑心神，困在其阵法中，被吸食寿命，沦为邪修的养料啊！这是太怎么回事？小兰，这珠串是你给我的。将来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个手链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妈，这手链真的是我从庙里求的，我真的想孝顺你们的。姐，你就说实话吧，是不是被谁骗了呀？这手串要是真的求来的，它怎么又是邪物呢？老师，连你也不信我了吗？那你说说看，你是求的哪个庙，拜的哪个佛，又是哪个大师给你开的光？你说不上来的。你以为你做的事情我们查不到吗？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3天前你和谁见面？这是姐，你居然真的想害爸妈？这个女人是林莲花，她不是逃到国外好几年了吗？小兰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弟弟，你帮我求求爹。别叫我弟弟，你连爸妈都想害，我以后再也没有你这样的姐姐。不光是这样，冤枉转账记录来了，这儿呢。3年来，定期向林莲花转账，累计800多万元。将来，你真是好样的！小兰，我们明知道你不是亲生的，这20多年，可曾亏待过你分毫？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啊！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你糊涂了整整3年。既然你选择了他，那就回到他身边去吧。从今天起，江家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收拾你的东西，立刻离开。从今往后，你和江家再无瓜葛。现在你满意了？我要是你啊，现在就担心自己，和林莲花那样的人勾搭，只会自食恶果。你少在那假惺惺了，江真真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等着瞧吧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小雅，你怎么了？平时就你话最多，今天怎么都安静的反常？真真，之前邪修暗中布阵，用来控制你妈妈他们的那些玉石，我总觉得很熟悉。熟悉？你见过？我生前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但是画面总是一闪而过，
又想不起来。你仔细想想，说不定和你的死因有关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一个男人，我想不起来他的脸，但他和我很亲密。我现在一想到那些画面，就觉得很难受。难受的话，就不要再想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度化你的办法，现在看来，应该是有了契机。当年要不是你，我早就变成害人的厉鬼了。珍珍，谢谢你。你是怨魂，失了忆，也记不起自己的死因。虽说有法器能够净化你的戾气，但常年如此不是办法。只要能和你一直待在一起，哪怕是想不起来生前的事情，我也是开心的。别傻了，只有被度化才是真正的开始。虽然你现在只能够想起一些片段，但也代表离那一天越来越近了。那说好了，只要我想起来，珍珍就请我吃最大的蛋糕。哎呀，今天真是开业的好日子。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一个小小的香火铺开业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？我看这得是半个城的富豪都来了。我看是。哎呀，珍珍，祝贺你开业啊！对，爸妈给你带了点好东西啊。珍珍啊，恭喜开业，爸爸祝你生意兴隆。宝贝女儿，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妈妈永远支持你。珍珍啊，恭喜开业，爷爷带了一座玉观音镇宅用。珍珍呐，杨叔送你千年沉香，一点心意。感谢各位，进来坐。来，走。珍珍啊，他们这是在干嘛呢？叠元宝呢？师姐，为什么这个元宝它老是散开呢？我谈几个亿的项目，也没这么紧张过。你们快点，开业大吉！今天可是要叠满8888个的。啊？为什么是8888个啊？笨死了！珍珍爱财，当然是寓意发大财了。真不错呀，啊！笑吧，尽情笑吧，很快你们就笑不出来了。修炼法则第1条，不许。那个江真真，江真真，我以前不该对你大呼小叫，也不该总气你，还叫你土包子，对不起。啊，这个赔罪礼物，放那吧。哎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我们四少也会低头认错了。只可惜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吧？还是个顶奢呢。只可惜我师姐清心寡欲，每天不是在画符，就是在修炼的路上。你送她个这么昂贵的包，是想让她背着去捉鬼吗？中看不中用，师姐才不会喜欢呢，俗气。那真真姐喜欢什么？我再去准备。不用了，安静点。师姐，
画符画累了，喝点甜的补充能量。别喝他的奶茶，都是香精，喝普洱提神醒脑。奶茶好，茶才是正道。你喝谁的？你喝谁的？都很闲是吧？你修炼法则背完了，倒背如流了。那我现在来考考你，第3章第7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说，你还笑他？不是说要考商学院吗？想证明自己不是纨绔子弟，题错了还是书看了？就你那个蠢脑子，现在不学还考得上吗？瞅瞅。喂，哪位？阿瑟。江来，你怎么？阿瑟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，我只是想跟你道个别。江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江来，你在哪儿？喂，喂，蠢货！阿四，你快点来，可别让我等太久啊！江来，江来，开门啊！江来，千万别做傻事，听见没有？江来。江来，江来，你醒醒，江来，江来。阿瑟，你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做了太多错事，无法原谅自己，让我走吧。你胡说，你活着才能弥补。你快，别说话，我叫救护车。你别睡啊，江来。你蠢货！为什么？妈妈，小兰，你果然没让妈妈失望。江家金尊玉贵的小少爷，没想到这么好骗。我女儿几句哭诉，一点苦肉计，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们交代我的事情，我已经做好了。他是江家唯一的儿子，他的气运和寿命应该够了吧？接下来，你们答应我的事，除掉江真真。放心，江真那个臭丫头，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野路子，敢在怀州地界破坏我的阵法，坏我好事，的确该死。我本来也没打算放过他。等我汲取了这小子身上的气运，修为更上一层，捏死江真真跟捏死蝼蚁没什么区别。刘叔叔，他现在今非昔比，怀州为首的富豪都已经是他的人，你确定你还能收拾得了他？有何不敢？我乃天师局怀州分部会长，手下天师精锐无数，豪门世家又如何？还不是任我摆布？哼，快了，等这小子废了，江家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。
啊！阿四少爷出事了，快来人呐！先生，太太。阿四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阿四，谁把我儿子害成这样的？去！命暂时是保住了，不过他的气运和寿命被人夺了大半，应该是邪修的手笔。邪修是谁？姐，你要小心，将来他。阿四，醒醒啊！哎呀，阿四，怎么会是他？阿四对他那么好，他怎么下得去手？姜王，你去查一下将来这2天的踪迹，他应该是和邪修搭上。师姐，不用你交代，我已经调查好了。你看，小影，你认识这个男人？是他，这个男人怎么这么熟悉？我想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！你怎么黑化了？你别吓我啊！你冷静点，冷静点！小影，镇定。珍珍，那个人，我好像认识他。头好痛。我知道了，交给我吧。你现在状态很不稳定，你先休息一下。珍珍，你刚才跟谁说话呢？先别问那么多了。这块玉能暂时稳定他的命魂不散，要盯紧，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，要让他一直佩戴着。好。珍珍，你去哪儿？这个呆瓜蠢是蠢了点，但是罪不至死，可自然是许把他那被人抢走的气运和寿命给抢回来。师姐，真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你猜那个刘月什么来头？他居然是特别调查局怀州分部的分会长。哼，怪不得怀州邪祟横行，原来不是妖魔鬼怪太厉害，而是捉鬼的人自己就是鬼。这天师局真是天大的笑话。可不是嘛！哎，照这么说，那之前那姓沈的草包，那也是他手下了。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！走吧，去会会这个刘会长。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这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有预约吗？没有的话就赶紧走。叫刘月滚出来见我。你是谁？竟敢直呼刘会长的名讳？我是来给他送终的人。竟敢对刘会长出言不逊！哼，快滚，否则对你不客气。赶紧让你们那刘月滚出来啊！否则小莲拆了你这破店。我好像认识他。他是豪门世家的小少爷，咱们惹不起。珍珍，我突然记起了自己死时的画面。好了，老婆，喝下这个，一切就结束了。你不是最爱我了吗？
那就把你的钱都给我，老公，给我喝。那个男人，他骗我喝下了符水，还锁住了我的魂魄。冤魂唯有到埋骨之地，方能窥见死前真相。这里大概就是你的隐身之处。这里有招魂禁制，我撑不住了。芝芝，要小心。你竟然饲养冤魂！你是邪修吗？来人，快来人呐！江大师，您怎么会在此？江大师，您怎么会在此？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什么邪修？邪修在哪儿？沈教授，就是他。刚才我们明明看见他身边出现了一个怨气极重的鬼魂，他饲养怨鬼，不是邪修是什么？江大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就是一个我还没有度化的老朋友罢了，值得你们这么大惊小怪吗？原来如此，我懂。不知江大师今日突然驾临，所谓何事啊？找刘月。不巧，刘会长今日不在，敢问一下，您找他是有什么事吗？哼，一个邪修头子也配称作为天师局的会长？江小姐，我父亲敬重您，但是您也不能如此信口开河、血口喷人呐。刘会长德高望重，救过不少人，怎么会是邪修？江大师，刘会长与我共事多年，他的为人处事我还是清楚，您要慎言呐。就他那点功劳，还不及他犯罪的1/1000去相抵。既然江大师如此笃定，那么证据？证据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等我进去之后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了。江大师，请留步！这有历代仙师所布的阵法异常凶险，贸然闯入，恐有性命之忧啊！机关阵法，你说的可是这个？正是。此乃刘会长亲自布下的，可抵御一切外敌侵入，是镇守门户的大阵，非内部人员触之即伤，您万万不可！哎，消失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个阵法平时只会阻拦或者反击，从来没有人可以直接闯入。不对，这感觉不像是破阵。更像是被阵法主动接纳传送，难道跟上次墨泉酒庄那个幻阵一般？师姐，你人呢？王少爷，我那么大一个事情，被你们这破阵弄到哪儿去了？王少爷切勿慌张，老夫这就联系刘会长。既是刘会长所布之阵，必有解法，定能将江大师安然无恙的释放出来。你可拉倒吧你！我师姐早就说过，你们那姓卢的那就是坏蛋，是邪修之人，老子根本就不信他的，也不信你们。哎，王少爷，您要去哪儿？珍珍，这里给我的感觉特别熟悉，我总觉得越来越难受了，头快炸了。此地阴气弥漫，怨气升天，葬送的死者为数不少。小影，你别怕，我们离你死亡的真相越来越近。江真真，你个屡次坏我好事的臭丫头，任你有通天的本事，不还是自投罗网，落到我的手里了？所以，你是想在这儿杀了我？哼！江真真，你也有今天。当初你在江家怎么羞辱我，今天我要百倍偿还。哼，一个跳梁小丑，
就算换了戏台，也依然是丑角。你以为攀上他就能改变你是废物的事实了？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！小兰，别跟他废话。刘月，赶紧动手，还等什么？我要看着你被炼化，让你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就凭你们，一个靠邪修续命的废物，一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，还有一个跳梁小丑。牙尖嘴利，希望你待会儿还能这么嚣张。没用。看来这次我要孤立无援了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整个空间都被我用第一代老天师的法器彻底隔绝。现在除了我本人之外，其他任何外力、灵力、符咒皆是废纸。你乖乖成为我的养料吧。既然你的套路如此娴熟，我应该不是第一个被你困在这的人吧？当然不是，死在这里的人有很多，不过你是最完美的那个。无论是根骨、灵韵，乃至这副皮囊，都远非那些凡夫俗子能比，真是完美呀！别废话，刘叔，快动手！还等什么呢？夜长梦多。就是，快点解决掉他！敢抢了我女儿豪门千金的身份，让他尝尝这生不如死的滋味。等等，既然我死结已到，请容我完成最后一件事。哦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说吧。看在你还算漂亮的份上，我听听。我带来了一个老熟人，你要不要见见他？老熟人？谁呀？刘月，还记得我吗？刘月，还记得我吗？你是高莹莹，10年了，你的魂魄还在人世，我不是已经让你魂飞魄散了吗？高莹莹，对，高莹莹，我叫高莹莹，我都想起来了。10年前，我是高家独女，家境富裕，受尽宠爱。莹莹，认识刘月时，他只是个从农村出来的穷学生。我帮你买的奶茶，哎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蛋糕。谢谢。我被他的伪装打动，嫁给，还给他投资，谁知却是引狼入室。婚后，我的父母接连病逝，我伤心欲绝，而刘月的嘴脸也因此暴露。喝吧，喝下去，一切就结束了。不知道我死的时候怀了他的孩子，就这样，他继承了我高家的财产，掠夺了我的机缘和寿命，甚至还想用禁术锁住我的魂魄。还好我最终逃了出来，只是化为元魂，记忆全失。在一次凭着本能想要杀人救我的时候，遇到了真真。你虽为怨魂，却尚未开杀戮，还有的救。跟我走吧，我会想办法渡你往生。刘月，你想没想过？有一天，我会回来找你。回来又如何？生前被我摆弄，死后就能报仇了。像你这样的小鬼，我杀了无数。别忘了，我是天市局的分会长。高
高莹莹只是你罪恶的开端。告诉我，刘大会长，那些被你吸干气运、夺尽寿元，最终化为枯骨的无辜之人，他们的累累血债，你认还是不认？认下又如何？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。等成为我修为的养料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好一个寡廉鲜耻、人民兽心的孽障！你这身人皮真是白皮了。说了这么多废话，到底动不动手？别忘了答应我的事，快动手啊！冥顽不灵，死性不改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让全天下人看看你的真面目。这是什么？是直播，这是直播画面，怎么可能？没错，这是我刚从沈夜楠身上学到的方式。科技改变生活，刘月，时代变了，有些东西无需符咒术法，也可以传递出去，让众人皆知。你们刚才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表情，都已经通过直播传遍了整个玄门。这真的是刘会长？他竟然是邪修！我们竟然追随了这样一个魔头这么多年，天世局的名声都被他给败光了。哼，好一个特别行动局，好一个刘大会长，竟然是一个人面兽形的畜生！哼，这个刘月，亏我以前还给你送过那么多礼，简直还不如喂狗。是的，没错，害我人渣必须严惩。就是广为天师，支持江大师清理门户，就该下18层地狱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这算彻底完了吗？好你个江真真，我倒是没想到啊，你竟敢跟我玩这手！玩？我一个人可玩不了这样，还得靠我那不成器的小师弟。玩？我一个人可玩不了这样。还得靠我那不成器的小师弟呢。你是说江望？我不信，他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怎么可能？那是以前了，现在他成了我的师弟，他哪还敢不学无术啊？师姐，怎么了？刘月想剥夺江寺的气运和寿元，直接下手就是，何必大费周章的又扔回江家门口？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引我上钩。你看。天师局大厅那么大一个阵法，我猜就是他精心为我准备。那这更明显是个陷阱吧？师姐，要不咱还是从长计议？不用，他想困住我，那就让他做起自负。他不是喜欢位高权重吗？行，我就让他登高低踩。你有办法了？说来听听。会演戏吗？会搞直播吗？那你可问对人了。整个江家旗下最大的传媒公司就是我在打，直播。小 case， 放心，你想让谁看到，我保证精准推送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好陪他演一场。好，好，好，江真真，原来从一开始你就是故意进来的。当然，你那阵法布的确实有几分迷惑性，勉强够看。可惜在我眼里。不过就是孩童的把戏。好，好，好，江真真，你不仅在酒庄的换阵里坏我的事，现在还想断我的生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拉着你一起魂飞魄散下地狱！呀！怎么还有灵力？明明用了法器。我既然敢进你的地盘，就自然不怕你那些破烂法器。你的修炼天赋根本只属烟雾，就算加上邪修之术，顶上去也只是外强中干。再好的法器在你手里，也只发出3分的作用，用的那……小兰，这里危险，你先逃走。小影，拦住他！是。哎，想去哪儿啊？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好好看清楚，这就是你们选择的靠山，这就是你们选择的靠山。你
你想干什么？此剑亡灵，听我召唤！我知你们怨恨未清，如今凶手待诛，你们还要睡到何时？你们这些魂魄，明明被我镇住了！别过来！你不是自诩人鬼不惧吗？现在看着这些因你而死的魂魄，你怕还是不怕？刘烨，你混蛋！你说你就杀了几个人吧？这些人足足有几十个，难道都是你杀的？闭嘴！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这些因你而死的人，全是出自豪门的弟子，他们命格贵重，气运绵长，却被挑选来剥夺气运和寿元，来滋养你那肮脏的修为。刘烨，你简直罪该万死！天哪，这些就是亡魂吗？我竟然也看到了。这天杀的刘烨，他竟害了这么多人。小妹，那是我的小妹呀！天哪，这不是我失踪10年的小叔吗？糟了，刘烨真是你立稳了，走火入魔了！江总，先把江色的气运和寿元全都给他还回来！阿斯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好了，全好了。说起，他真救了我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这还没好呢。阿四，你干好别乱跑啊！不行，再这么耗下去，我必死无疑。这下只能先找个替死鬼为我续命才行。上来，快让我看！对不起，闺女，不能再帮你到臣妾小姐了。帮你醒醒，帮你醒醒！刘烨，我杀了你！如此靓丽！刘烨，你还想再造多少杀孽？芝芝，现在该怎么处置他？带他出去，面对他的罪行。哎，也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了。哎，刘烨出来了。这个刽子手恶贯满盈。刘烨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！枉我们尊敬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犯下这种滔天大罪！刘烨，我为你效力这么多年，一直以为你是值得托付的天使领袖，我真是瞎了眼！让开！我找我小妹！诸位冷静！他虽然现在身受重伤，可毕竟修为深厚，小心被他临死反扑伤到。放开我！我都看见我小叔叔了！对，我看见我小妹了！哟，跑这么快啊，四少！上午见你还快凉了呢，下午就生龙活虎了。不愧是我师姐，这医术绝了。那可是我亲姐啊，她本事大着呢。用你说啊，将来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错吗？小兰，我们养你20年，从未亏待过你，怎么把你养成这个样子？
你是非不分，善恶不辨，甚至勾结邪修，残害家人，你太令我们寒心了。是我不懂事，是我不知错。要不是你们偏要把他接回来，抢走我的一切，我会变成这样吗？你们以为我不想做你们的乖乖女吗？都是你们逼我的！根本就没人逼你，你难道没看出来？是我姐一开始一直都没想跟你抢吗？是你自己把她当做假想敌的。我早就说过，你若安分守己，我能容你。是你自己把路走绝了。原来是我自作自受。想这么容易死，太便宜你了。天师局一律对邪修者的惩罚是生不如死，你就进去好好享受吧。沈教授，他虽非修炼者，却帮助邪修谋害至亲，证据确凿，按照规矩应该从重奖，听懂了吗？江大师请放心，来人，把他带走。是。现在还差你了。抬头看呀，看看这些受害者的亲属们。真真小姐，她害死我小妹，我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。他害死我小叔，我要让他偿命。他的罪万死难赎。不过他现在修为尽失，又遭功法反噬，已经活不了几个月了。天师局呢，自有传承的刑律，就把他交给天师局处理吧。沈教授，有你监督行刑，可能做到。江大师请放心，老夫以毕生清誉担保，必让此寮受尽应有之罚，还各位苦主一个交代。死者需安息，生者需忏悔。所有受害者的尸骨全部在这个大楼的底下。我已经将法术破除，你们只需将尸骨找回，到时候好好安葬。待安葬过后，我会亲自渡他们往世轮回。小叔，真的是你，我好舍不得你呀、小叔。好了，令姨，叔叔没能陪着你长大，往后要照顾好自己，注意收敛脾气，不要太任性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小叔。小叔，小妹，哥。小妹，别难过，哥，替我好好活着。江真真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好，不该处处针对你，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。谢谢你，让我见到我小叔叔最后一面。你虽然脑子蠢，嘴也臭，不过好在心地不坏，知错能改，为时不晚。行吧，我果然还是和你气场不合，不过我还是谢谢你。傻看什么？还不快走！在等什么呢？真真，我舍不得你，我不想走。傻丫头，从我第一次见你，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渡你去往生。既然得偿所愿，那片光就是你的归途。可是，好了，去吧，别让我这么多年的心血白费。
所有亡灵均已度化完毕。江大师，区区薄礼不成敬意，这是一座由千年血玉雕成的貔貅，还请笑纳。珍珍，杨叔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这是3座海外岛屿的地产证明，还请您收下。我家还准备了10箱金条，还有……不用了，东西都拿回去吧。啊，珍珍，难道这些你都不喜欢？你有什么需求，杨叔再去准备。无关喜不喜欢，我要让你付钱的时候，自会让你付；我不想收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和我在路边捡块石头没有区别，所以东西都拿回去吧。好了，杨叔，你就拿回去吧，我师姐不缺这个，光是我爷爷送的就好几座岛呢。好吧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们都听珍珍的。那我带来的金条……姚令仪，你听不懂师姐的话吗？她说不要，那就是不要。什么金子跟银子，就那些俗物，怎么好意思误了师姐的眼呢？我知道了，那我带回去就是了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事也办完了，谢也到了，就赶紧走吧。我师姐累了，该休息了。借。这又是谁啊？江大师，冒昧打扰，这位是特别调查局总部派来的张特使。江小姐，久仰，刘月指示已上报总部，目前怀州分部会长一职空缺，总部诚挚希望您执掌此位，重整怀州秩序。此乃会长信物，执此令牌者可调动华东地区一切天时资源，还望江小姐莫要推辞。想让我替你收拾烂摊子，没兴趣，另请高人吧。江望，送客。江小姐，目前怀州形势复杂，非您这等大才不能平定啊。是啊，江大师，还请您。家师灵月道，这位是灵月道长的弟子，怎么不早说？我忘了，这么重要的事也能忘？对不起，江小姐，是我等僭越了，不知您是那位的高徒，多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等也就不勉强了。师姐，咱们师傅到底什么来头？怎么一个名号就把他们吓成这样？想知道？到时候见了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姐啊，我考上 S 国的商学院了。考上那个学校算什么？有本事你像我一样，把这本这么厚的修炼法则倒背如流。姐，师姐，姐，你最爱吃的奶油蛋糕，我排了2小时队呢。蛋糕太黏腻了。师姐，喝我这个明乾隆奖，清新明目。蛋糕好吃，喝茶养生。又来了是吧？都给我放下！师姐，以前小勇姐在的时候，她总督促我背书，吵得我头疼。现在她人不在了，我居然还怪想她的。唉，也不知道她现在人怎么样了。她呀，现在应该在一个阳光很好的地方，过着比我们都自由的生活吧。珍珍啊，哎呀，快别忙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爸爸妈妈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吃的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。珍珍，快尝尝爸爸亲手做的长寿面。是啊，快趁热吃吧。珍珍，你在怀州搞出的动静可真不小啊！
怎么了，老头？不是你让我收拾邪修的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是，为师啊，可都听说了。好，打得痛快，没给为师丢脸。那是自然。行了，别贫了，赶快找个时间，把江望那小兔崽子带回来，认师门。总不能也在外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个，我近期要回师门一趟。啊，这么快就走了？那能不能带我一个？去，师姐只会带我一个人去，想得美。你不是刚考上商学院吗？怎么不读书了？我不想读书了，我想跟你一起去修仙。想得美。那个地方只有修炼者才能进去，你是进不去的。你还是安心读书吧。好吧。师姐啊，还有多久才到啊？芝芝。不是吧？我眼睛花了吗？小影姐，小影，你怎么在这？因为我想你啊！而且那边说了，我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年，一起做了很多的好事，所以那边答应了我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我现在不是怨灵了，我是真正的守护灵。小影，所以真真。带我一起回师门吧。走，我们一起回师门。等等我呀！